国民党败退之后，为啥首选台湾呢？因为对于国民党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发展问题，是生存问题。当时也有幕僚建议让部队撤到大西北或者大西南，就和抗日战争一样。结果呢，直接被否了。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躲避我们的攻击。你扯到大西北，不是还是和咱们打地面战吗？和我们打地面战，你不就白给了吗？所以当时主要考虑的是海南岛和台湾，最后定的台湾。为啥呢？首先就是台湾气候比较好，属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，粮食产量比较高。第二呢，就是有海峡隔着，短期内我们过不来。第三呢，就是日本殖民者留下了一些基础设施和工业底子，就捡吧还能用，所以最后就选择了台湾。我之前讲过，国民党撤台的时候带走了很多东西，黄金文物其实带走的最多东西我反而没提，是什么呢？是人。当时国民党带了200多万人去了台湾，其中60多万人都是军人，其中有一个军人叫做高秉涵，当时他写回忆录，我看一次哽咽一次。我给你念念叫我上了入伍的车，看着熟透裂开的石榴，我就慌着吃，娘跟我打招呼我没有看到，马车已经走了差不多30米，同一个车子的同学拍拍我说，高秉涵，你娘在跟你打招呼嘞。这个时候我低着头多啃了一口石榴，再转眼看时车子刚好转弯，没有看到母亲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这一辈子就不再吃石榴了，因为我看到石榴我就想到我娘。而且更戳人的是，他娘去世的时候还把高秉涵小时候穿的衣服放在身边。还有一个台湾老兵叫桑顺良，是高秉涵的老乡。那个时候高秉涵就非常诧异，说这个桑顺良怎么又高又帅的，他就不找对象呢？结果临终之前，桑顺良才和高秉涵说，自己在家乡那边早有恋人，名字叫做肖娟娟。他当时托付给高秉娟说，如果有机会，一定要把一封信带回到家乡去。里面写道，亲爱的肖娟娟，你是否早已结婚生子？这是一封寄不出的信，也是我最后的遗书。桑顺良死后高秉涵就带着他的骨灰回家，结果还真就找到了这位肖娟娟。这位老人也是一生未嫁，就等着这位桑先生。几个月以后，老人去世，就把他的骨灰和桑顺良的骨灰合葬。你想去往台湾200多万人里面，60多万都是老兵，老兵要回家，不就是台湾要回家吗？最近新上了一部电影叫做《日暮归乡》，是一部纪录片，他就真实采访了很多像高秉涵这样的台湾老兵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去听听他们的真实感受，因为他们的感受是热烈的、纯粹的，是真正能代表台湾人民的心意的。这部电影2017年开拍，到今天才上映。采访中很多老人都已经不在了。这部片子应该算是他们感情最好的传递。大家有时间可以花2个小时去看看。虽然纪录片电影不比商业电影，但给你带来的冲击是心灵上的，不光是感官上的。另外，这部电影上映的时间还非常微妙，它是在母亲节这天上映的，这不就象征台湾这个游子期盼回到祖国的怀抱吗？而且最关键是，我们也同意他在这个点上映。这个点你品，你细品。为了支持台湾早日还乡，这部电影票我都已经早已安排上了。最后提一点，从军事角度的力量出发，我们其实已经完全具备收回台湾的能力了。几次军演下来，就感觉出来台湾已经是瓮中之鳖了。现在呢，只等待一个时机，专业的话叫做战役行动实施内外部条件正在成熟。至于具体什么时间，我也不敢妄自揣测，但我想每个中国人都明白，时间其实是在我们这边。